小叔子临死前将所有遗产留给了我，并求皇上下旨遣散我夫君的后院。下葬那日，他的侍卫红着眼同我说：“夫人，我家公子心悦您许久，如今去了，唯一所求也只是您后半生幸福美满罢了。”我这才知道，他一直不曾娶亲的原因是我。重来一世，娘问我要嫁给谁之时，我看着一脸笃定的前世夫君，毫不犹豫地选了他的弟弟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是在容易下葬后的第2日重生的。容易死前的请旨，导致他兄长荣川心尖上的人被送到了庄子里。他大抵是气坏了，那日与我争吵得很厉害，愤怒之极，还动手打了我。他的一巴掌叫我不慎摔倒，脑袋磕在桌角上。再次睁开双眼，我回到了刚及笄不久的春日宴上。这次春日宴过后，我与荣川便会定亲了。我攥紧拳头，看向不远处，少年时期的荣川正与几位公子哥说着话，他面容俊秀，意气风发。可在见到我的视线后，他的面上便多了几分不快，眉头紧紧蹙起，看向我的眸光里尽是厌烦。他旁边那几个公子哥则是啧啧两声，小声对他说：“荣川，你的跟屁虫又来了。听说你们荣卫两家的亲事要提上日程了，你不会真的要被逼着娶她吧？全京城的人都知道，我爱慕荣川多年，整日跟在他屁股后面，非他不嫁。可荣川却对我十分不喜，却因从小与我定了娃娃亲，不得不被逼着与我相处。如今他们看到我，自然下意识觉得我是为了荣川来的。周围人的面容上都带着几分鄙夷与不屑，而荣川则是不耐烦地看了我一眼，冷声说：“你来干什么？魏琴心，你能不能不要总是缠着我？”这一幕幕的画面跟上辈子一般无二。我看着眼前的荣川，忍不住笑了一下。我上辈子怎么就眼盲心瞎，看不出荣川对我的不喜呢？大约是从小到大的潜移默化吧。我爹魏侯爷与荣川的父亲荣国公是莫逆之交，早在我们出生前，他们便约好日后要当儿女亲家。荣川是国公府世子，将来要继承国公之位，并且为人端方，读书也上进。我娘说他是个极好的后生，我嫁给他，后半生定会过得好。就这样，我与荣川青梅竹马一起长大。我满心满眼皆是他，只等着及笄后便嫁给他，做他的妻子。可就在成亲后，我才知道，荣川心中早已有了旁的人，那是他的贴身婢女柳如烟。柳如烟已经生下他的庶长子，他将他宠到了骨子里。为了他，他对我不闻不问，从未碰过我一下，更是任由他一个妾室将我踩在脚下。这种生活，我上辈子过够了，这辈子绝对不会再重蹈覆辙。我看了荣川一眼，淡漠地开口：“我不是来找你的。”荣川闻言，眉头皱得更紧了。我第一次对他这样冷淡，他面容有些疑惑：“你又在搞什么把戏？”荣川身边的公子哥则是起哄一般笑了起来，大约是欲擒故纵。魏姑娘为了吸引荣世子的注意，这是有了新招式了。荣川闻言，露出一副了然表情，看向我的目光愈发的不屑。魏琴心，我不喜欢心思太多的女人，日后不要再搞这种小把戏。我懒得理他，而是将目光落在了荣川身后的荣义身上。荣义，荣国公的次子，他面容精致，神情阴郁。我看他时，他正直勾勾地盯着我，像是一头小野狼。察觉我的目光后，他惊慌失措地移开目光，睫毛似乎还颤了颤。我忍不住轻笑了一下，真好，又见到了少年时期的荣义。荣义比荣川小2岁，跟我同龄。虽说是荣国公府的次子，但是他与荣义并不是一母同胞，而是荣国公的继室所生，自小就不受宠。荣川的生母是荣国公的原配，生下他没多久便去世了。为了找个人照顾荣川，荣国公选中了原配夫人的庶妹当续弦，这便是荣义的生母小荣夫人。他看中了小荣夫人是个老实本分的性子，小荣夫人也不负众望，成亲后就将心思全都放在了荣川身上，拿他当亲生儿子一样疼，甚至就连他亲生的荣义也远远排在荣川之后。再加上荣国公怕次子生出野心，刻意冷落他，
久而久之，爹不疼，娘不爱的，就养成了容易沉默寡言、阴郁孤僻的性子。我心中微微有些发酸，抬腿朝着容易走过去。真好，他还没死。荣川就站在容易身前，此时见我走过来，眉头越皱越紧，神情也愈发的不屑。他旁边的公子哥儿嗤笑出声，还说不是来找容世子的，这不就巴巴的过来了？看来是发现欲擒故纵不管用，不装了。荣川冷笑一声，见我走到他的面前，扯了扯嘴角，讥讽道：“你就算再黏着我。”话没说完，我就越过他，走到了容易的面前。容易虽然跟我一样15岁，但是已经生得十分高大，只不过他总是沉默寡言的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都像是个隐形人一样，很少会让人注意到。我仰着脑袋，对容易说：“你是叫容易吗？”荣川要说出的话戛然而止，看着我与容易讲话，脸色顿时阴沉下来。我并没看他，而是继续对着容易说：“听说你想习武，我舅舅是将军，武艺高强，你愿意拜他为师吗？”而眼前的容易见我走了过来，紧张地攥紧了拳头，浑身紧绷地看着我。我好笑地发现他的耳朵一点一点地红了。荣国公一心都在长子身上，对容易这个次子的教育并不上心。容易曾跟小荣夫人提过想要习武，但是小荣夫人怕荣国公不高兴，就训斥了他一通，不许他练武，更没有给他请过武师傅。上辈子我跟荣川定亲后没多久，容易就独自一人偷偷去了西北参军了。他从底层摸爬滚打，虽有一身蛮力，但是不通武艺，一开始在军营之中过得很苦。参军10年，他为了活下来，在战场与实践中自己学会了武艺技巧。可最后他虽然立了无数战功，可还是因多年来重伤太多，战死沙场了。若是这辈子他练好了武艺，想来就不会这样辛苦了。就算以后参军，靠着他的天赋，也能好好的活下来。容易浑身僵硬地点了点头，他看起来极为紧张，但是眸子却亮晶晶的，大约是许久没有讲话，他声音有些沙哑：“我愿意。”我朝着他莞尔一笑：“好，明日你到我府中来，我哥哥会带你寻我舅舅的。”见容易双眸亮晶晶的点头，我缓缓地笑了，随后没再看荣川一眼，转身便离开了这里。身后传来荣川身边公子哥的声音：“荣世子，你这小跟屁虫，这次还真的是学聪明了，知道用这种方式来引起你的注意了。”荣川冷笑一声说：“随他，他就算再如何耍把戏，我都不会多看他一眼。”第2日，容易按照约定来府中求见。本朝民风开放，并没有男女不能见面的规矩。我差人去喊兄长回家，便去见他了。他精致的脸上带着2个红红的巴掌印子。我捏紧手指，轻声问他：“谁打的？”容易轻轻一笑，满身的阴郁消失不见，精致的脸漂亮的有些晃眼。多谢魏姑娘关心，我无事。他虽然没说，但是我已经猜到了，是容易的亲娘小荣夫人打的。这位小荣夫人一辈子都在为了荣国公和荣川而活，她最怕的事情就是让他们父子2人不高兴。所以容易很小的时候，他就教导他不要跟荣川争，更不要惹荣国公不高兴。他一直都希望容易能够长成一个不争不抢、碌碌无为的透明人，就一如这么多年的容易一样。昨天的事情大约是传到了荣国公府中，再加上容易又想习武，小荣夫人生气了，所以动手打了他。上一世我与荣川成亲那日，他整夜都没来我的房中。第2日一早，容易第一次不再听从小荣夫人的话，做一个隐形人，而是与荣川大打出手。小荣夫人气得命人打了他20大板，又罚他跪了3天3夜的祠堂，折腾得他半条命都没了，才肯放他出来。那日后，容易就留下一封书信去参军了。后来我每次与荣川吵架之时，小荣夫人都会趁着我请安之时搓磨我，罚我抄女戒，告诉我女子要以夫为天。她对荣川的事情在意至极。可得知容易死后，她只是哭了一场，却在听说容易死前的请旨后，指着他的棺椁大骂，骂他针对他的兄长，死了也不安生，搅和的家中鸡犬不宁，还说宁愿自己从未生过这个儿子。我看着容易面上的巴掌印，
心中有些酸涩。这世上怎么会有这样的娘？我让丫鬟拿来金疮药，亲手给她上药。容易脸色涨红，身体僵硬，有些不知所措地站在那。喂，姑娘！恰巧这个时候，不远处传来荣川的冷嘲热讽的声音。魏秦心，够了！你早就知道我今天回来，所以故意演这么一出的吧？我说过，我不喜欢这种欲擒故纵的把戏，更不喜欢女子心思太多。我皱紧眉，扭头看向荣川，不耐烦地问：你来干什么？荣川眼中带着浓浓的不屑，嗤笑：行了，别装了。昨天故意闹这么一出，不就是为了引起我的注意吗？魏秦心，你得逞了，我父亲知道了昨日的事情，让我来跟你道歉。说完，他又皱眉看向容易：你回去吧，别再被这个心思狡诈的女人骗了，她根本不想帮你介绍什么武师傅，就是利用你刺激我。几乎是瞬间，容易的身体就僵硬了下来。他缓缓垂下眼帘，面上是掩饰不住的落寞。他大概也觉得我是用他来刺激荣川的。我看着荣川这副自大的模样，心里面烦透了。上辈子我真是瞎了眼，居然会喜欢这种人。我没好气地说：荣川，自恋是一种病，得治。我没想引起你的注意，你也不用跟我道歉，我这里不欢迎你，你走吧。眼瞅着容易像是个受伤的委屈小狗一样，转身要走，我着急地扯住他的衣袖：我没骗你，我已经差人去唤我兄长回家了，一会儿他就带你去我舅舅家。容易被我拽着，身子再次僵硬起来，耳朵根也逐渐的红了。荣川则是根本不相信我说的话，他冷笑一声，一副不耐烦的模样。行了，魏秦心，我今天过来不是为了来看你装的，你那些欲擒故纵的激将法对我也没用。收起你那些小心思，只要你以后老实一点，不再耍心机，我会听爹的话娶你回府。是的，荣川从来没有说过退亲，也没有表现出抗拒娶我的模样，所以我上辈子才会傻傻的以为他只是有时候别扭了些，并不是心中没有我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是知道他的柳如烟不可能嫁给他，又觉得我满心满眼都是他，以后会对他的话言听计从。我嫁过去，有他在，我不敢搓磨他的爱妾跟庶长子，多可笑！我再也忍不住，一脸厌烦地对他说：荣川，我不喜欢你，也不会嫁给你的。荣川眉头紧皱，一副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的表情。我不想再听他说这些自大的话，而是转身说：来人，送客。荣川脸色更沉。荣川冷着脸，怒声道：魏秦心，欲擒故纵也要有个度，你这次玩过火了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是你自己走，还是我让人赶你走？荣川，你简直执迷不悟，就算你过后再给我送礼道歉，我也不会原谅你的。说完，他愤怒地瞪了我与容易一眼，甩袖离去。上辈子我被猪油蒙了心。荣川对我冷脸，我总以为是自己做错了，会给他送许多礼物，不停地道歉。可是这辈子绝对不会了。容易看着荣川离开的背影，轻轻地扯出自己的袖摆。他垂着眼帘，声音很低地说，他似乎很生气。他还是信了荣川的话。我无所谓的摆摆手，跟我没关系，走，我带你去见我兄长。容易看向我，目光有些错愕，看了我半晌，见我面上果然满不在意的模样。他嘴角的弧度渐渐的大了。兄长昨日就听我说了要将容易介绍给舅舅的事情，回府以后打量了容易几眼，就带着他去了外祖家，去见了我舅舅。舅舅考教了容易一番，他的确是个好苗子，起了爱才之心，当天便决定收了他做徒弟。也是自这日起，容易便开始跟着舅舅习武。回府后，我娘将我喊去了她的房中，一副欲言又止的目光看着我。容易与荣川今日来的事情，她也听说了。心姐儿，你是如何想的？娘问我。我看着娘，认真的说，娘，我不想嫁给荣川了。娘表情一顿，眉头微蹙。她一直都觉着荣川相貌好，家世好，人也上进，是个良人。况且荣国公与我父亲交好，我们青梅竹马一起长大，我嫁过去不会受委屈。我叹了口气说，娘，春日宴的事情你可听说了？荣川并不喜我，
他对我态度很差，我不想嫁给他了。娘大约也想起来春日宴的事情，脸色有些难看，她攥紧帕子。这次荣川委实过分了些，心姐儿可是伤心了。我自小就跟在荣川屁股后头跑，对他情根深重，这事儿娘也是知道的。她以为我只是一时赌气，便宽慰我道：我与你爹自会找你荣伯父为你讨个公道。我摇摇头，坚持道：娘，我不喜欢荣川了，而且他早就有了庶长子，若是一定要嫁进国公府的话，那我嫁给荣义好了。我娘听后，脸色顿时大变。你说什么？荣川已经有了庶长子？荣川有庶长子这桩事瞒得很好，就连荣国公都不知道，知情的就只有小荣夫人、荣川和柳如烟三人。小荣夫人对荣川极好，得知他喜爱柳如烟，就爱屋及乌，将柳如烟当亲生女儿对待。后来柳如烟有孕后，便帮他瞒着荣国公，将柳如烟送去郊外的庄子里生产，还找了最好的稳婆，亲自看着生产，又找了贴心的人照顾着。二人商量着，只等着我过门，就将柳如烟与庶长子接进府中。娘得知这件事后，将我揽在怀中，哭了好一通，最后不再提我与荣川的婚事。3日后，荣国公亲自带着荣川来了我家，一起来的还有荣义。这次来主要是为着我跟荣川的亲事，而荣义则是顺带的。他已经拜师完，就算荣国公在不在意这个次子，为着礼节与我家的关系，也应当来亲自感谢一番。荣国公来到我面前，冷着脸对荣川说：你这个孽子，给我跪下。荣川脸色愤怒而厌恶地瞪了我一眼，随后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。我没看他，而是看向他身后的荣义。荣义沉默地站在后面，像是个隐形人一样，很难让人注意到。他眉眼低垂，拳头紧握，带着几分阴郁。叫人触目惊心的是，他脸上又有了2道巴掌印，这2道巴掌印比上次的还要红肿，显然是新伤。我心里有些堵得慌，替荣义觉得难过。此时荣国公又朝着我笑了笑，说：魏丫头，听说这小子又惹你生气了，荣伯伯带他来向你道歉了，若是以后他再敢让你受委屈，荣伯伯定会打断他的腿。爹娘已经查到了荣川有庶长子的事情，脸色都不太好看，看向荣川的眼神也都带着不喜。荣川跪在地上，满脸的倔强，他恨恨地瞪了我一眼，眸子里尽是厌恶。上辈子就是在这天，荣国公将荣川打了一顿后，让他跪在我面前认错，然后跟父母提了我们的亲事。我们的亲事也是在这天彻底的定下。看着荣川那带着浓浓厌恶的目光，我翻了个白眼。在荣伯伯再次提起我们亲事的时候，我出声打断了他：荣伯伯，我不想嫁给荣川。我话音刚落，屋内在场的人都愣住了，荣川更是不可置信地看向我。半晌后，就听他冷笑一声说：上次还没闹够，我已经说过了，我不喜欢你这些欲擒故纵的把戏，你适可而止一点。他话音一落，我爹娘便脸色难看至极。他们早就知道了荣川有庶长子的事情，如今又听他这么讲话，对他愈发的不喜，也同时在心里否定了这门亲事。荣国公则是气得给了他一巴掌，又踹了他一脚：孽子，你给我住口，还不快向魏丫头道歉。荣川狼狈地摔在地上，看向我的目光厌恶至极。他神情倔强，可怎么都不肯开口道歉。荣国公对于这个发妻的儿子愧疚又疼爱，又踹了几脚，打他的动作也变慢了。我对荣国公道：荣伯父，别打了。荣川冷哼一声，面上带着一副果然如此的不屑模样，仿佛在说：我果然是心悦他，舍不得他挨打。这几日的种种不过都是欲擒故纵，吸引他注意力的小把戏。荣国公闻言也稍稍松了一口气，道：我知道你们2个自小一起长大，是有感情的。荣川是执拗了些，但对你没坏心思的。魏丫头，你莫要生他的气了，日后他再惹你，我便替你出气。我心中说不出的滋味。荣伯父看着我长大，对我的确不错，可惜的是，我们成亲没多久，他就因着荣川弄出庶长子的事情，气得大病一场。后来身体越来越差，没过多久就病故了。
我看了一眼仍旧满脸不屑的荣川，心中说不出的愤怒。这个不仁不义、不忠不孝的混账东西，简直就该被千刀万剐了。我压下心头的火气，朝着荣国公笑了笑，摇了摇头说：“荣伯父，我对荣世子无意。如果真的要选一个人嫁的话。”我伸出手指向荣川身后的人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那我选荣毅。”荣毅猛地抬起头，震惊地看向我，他精致的面容仿佛都亮了几分，瞧着好看极了。荣国公也蹙眉愣住，荣川则是不屑地嗤笑：“魏秦心，你够了，到了现在还在玩这些把戏？你真以为假装看上荣毅，我就会为了你吃醋着急？你别做梦了。好了，我答应娶你总行了吧？你现在如意了，以后别再玩这些无聊的把戏了。你不嫌丢人，我还嫌丢人呢。”荣国公听了他的话，好似明白了过来，叹息一声道：“魏丫头，我知道你生荣川的气，日后还是别开这种玩笑了。”荣毅攥紧的拳一点一点地松开，他像是自嘲一般，扯着唇笑了一下，随后神情落寞地垂下眼帘。我气坏了，指着荣川骂道：“你算是个什么东西，也值得我为了你演戏？我告诉你，荣川，我就算是死也不嫁给你这种人渣。”荣川脸色阴沉，你……荣国公脸色也有些不太好看。恰巧这个时候，我爹开了口，他听着方才荣川的话，早就有了一肚子的火气，现在也压不住了。荣兄，我听说你家别院庄子里头养着荣川的外甥跟庶长子，我们家的姑娘再怎么样，也没有嫁过去就给人当娘的道理，他们两人的婚事，我看还是就算了吧。荣国公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他愤怒地看向荣川，此话当真？荣川没想到庶长子的事情会被我们知晓，脸色都有些白了。荣国公看到他这副样子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脸色难看至极，他捂着胸口，愤怒地指着荣川骂道：“你这个逆子，看我今天不打死你！”他脚步有些踉跄，差点摔倒在地，还是我爹赶紧扶住他，然后又叫来了大夫给他把脉。这次荣国公诊治的及时，并未落下大病。我爹看着好友如此，也叹了口气，劝道：“荣兄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你也莫要动怒。况且这些都是小事，不会影响你我二人的兄弟之情。我觉得荣毅不错，就换他吧。”荣国公点了点头，看向荣毅问：“你可愿娶魏家丫头？”荣毅看向我，他目光亮晶晶的，仍旧带着几分不可置信。我朝着他含笑点头。他攥紧拳头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孩儿愿意，日后孩儿定不会辜负魏姑娘。”我爹满意地点了点头。荣国公叹了口气，看向我与我爹娘的眼神尽是歉意：“对不住，是我教子无方，你们……”我爹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多保重身体。”荣国公带着荣川跟荣毅回去了。离开之前，荣川眉头紧皱，看向我的眼神厌烦更甚。他咬牙切齿地说：“你这个杜父，就如此容不下烟儿？我都说了会娶你当正妻，你为何还要抓着这件事不放？嫁给荣毅，你不就是为了报复我？你非要搅和的家宅不宁不可吗？”我差点气笑了，就真的自我感觉挺良好的吧。还好他没狗叫多久，就被荣国公一巴掌甩在脸上，然后被人押着走了。荣魏两家定亲的事情很快就传了出去，但并不是如大家所猜测的那样，定亲的居然不是我跟荣川，而是我跟荣毅。众人都惊掉了下巴，纷纷以为听错了。而荣川回去后就被荣国公打了板子，还罚他跪了祠堂。听说小荣夫人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求荣国公饶了荣川，后来还被荣国公狠狠斥责了一通。他回到房间后，就将荣毅叫了去。荣毅再次出来之时，脸已经被扇肿了。就这样，我与荣毅定了亲。可由于我跟荣毅年纪都不大，亲事定在了2年后。他每日除了去舅舅那练武，便是来府中寻我，给我送一些吃食或者新鲜小玩意儿。爹娘本对荣毅是不大满意的，但后来听舅舅说他是个习武的好苗子，假以时日定会有所成就。再看他又对我十分上心，渐渐的就对这门亲事越来越满意了。倒是小荣夫人对于我抛弃荣川，选择了荣毅的事情，十分的不痛快。在他看来，荣川没有任何缺点，是顶顶好的。
他的亲生儿子容易，连他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，好几次写信来骂我不知好歹。荣川那么好的男子，不就是有了个庶长子，我凭什么瞧不上他？简直就是瞎了眼，以后有我后悔的。后来我的爹娘知晓了，气得去找荣国公，荣国公狠狠地罚了小荣夫人一通，小荣夫人这才消停下来。容易得知这件事后，特地来府中寻我，他垂眸看着我，面上带着几分难堪和心疼，显得整个人更加阴郁。对不起。他攥紧了拳头，声音很低地说。我朝他笑着摇头。我知道他也是受害者。他拳头攥得更紧，发誓一般地说，日后我不会让他欺负你的。他说的是他的生母小荣夫人。我重重点头。我相信你。荣川的庶长子被荣国公做主接了回来，荣国公跟小荣夫人开始给荣川相看亲事。如今京城的人都知道他有了个喜爱的外室跟庶长子，有头有脸的人家选夫婿也不会再考虑他。条件差一些的，小荣夫人瞧不上，嘴里总是埋怨着我。荣川倒是毫不在意，他拒绝了荣国公与小荣夫人给他相看亲事，而是笃定地说，我从小就爱慕他，离了他活不了的，选择容易只不过是一时生气，等以后想开了就会改变主意了。还说他跟我自小定了亲，以后肯定会负责娶我。听说那天荣国公气得甩袖离去，荣川被容易打得鼻青脸肿，还指着容易骂，说他疯了，我根本就对他无意，他应该清醒点，离我远一点。而容易被小荣夫人打得很重，又被罚了跪祠堂。眨眼便是1年过去，小荣夫人对容易习武的事情十分不满，总是借机打他，罚他，逼他不去习武，但是这些都没有动摇容易。后来还是荣国公发现了这件事，制止了小荣夫人，他这才作罢。荣国公虽然偏疼长子，但因荣川的事情，对我爹娘怀有愧疚，对容易这个次子也多了几分关注。舅舅说，容易的武艺长进许多，等于我成亲后就能去参军了。这日清晨，我用过容易差人给我送来的点心后，丫鬟就来通传，说荣家的小厮在外面，说荣公子求见。我以为是容易来了，兴冲冲的出去后发现来的人是荣川，顿时没了兴致。算起来，我与荣川已经有1年没见过，他瞧着与以前没什么不同，对待我的态度也和以前一般无二。看到我后，荣川下巴微微抬起，眼神轻蔑。你来干什么？我皱眉问。荣川语气不耐烦地说，魏秦心，都过去这么久了，你的气应当已经消了吧？什么？我以为自己听错了。荣川冷哼一声，我知道你当初就是气我有了庶长子，所以才会拿容易做法子气我。如今都过去大半年了，你就是再大的气也总该消了吧？行了，当初是我不对，我向你道歉总可以了吧？别再闹下去了，燕娘的孩子我会做主，将他记在你的名下，日后你来教养就是了。容易到底是我的弟弟，我不忍心看他就这么被你耍得团团转，你还是早日跟他说清楚的好。我听着他的话，简直快要气笑了。上辈子也是为了给那个庶长子一个好出身，将他记在了我的名下，让他成为名正言顺的嫡长子，实际还是养在柳如烟的身边。这辈子还想这样羞辱我？我扭头吩咐身边的小厮，将他给本小姐乱棍打出去。荣川错愕地看向我，大约没想到他都低声下气地跟我道歉了，我还是揪着这件事不放。他被小厮拿着棍子往外下，看起来既狼狈又愤怒，最后甩袖指着我道，好你个魏秦心，得寸进尺是吧？真当我荣川是个好性子的，日后就算你后悔的肠子都青了，我也不会再娶你。那我可真是谢天谢地。那天容易来了，他将给我带来的吃食放在桌上，沉默地站在一旁。我一看他这副模样，便猜到了，他知道今天荣川来的事情。我有些好笑，我对荣川早就不在意了，你不用将他放在心上。容易抬眸，目光明亮了几分，他唇角微微弯起，点了点头。自那日起，我就再也没有见过荣川。很快2年过去，京城之中，关于我爱慕荣川，为了报复荣川，所以选择嫁给容易的谣传也开始渐渐少了。
我与荣义成亲前，我爹娘去寻了荣国公，三人不知道说了什么。荣国公回去后，就给荣川跟荣义分了家。荣川日后继承国公府，自然是留在国公府里的。而荣国公给他在旁边买了一座宅子，便是日后我与荣义成亲后住的地方。分家这事儿，小荣夫人自然是不同意的，据说闹了一通，后来被荣国公训斥了一番后，老实了下来。很快就到了我跟荣义成亲前1日，荣川再次来到我家府门前，我干脆没见他，他却让人给我送来一封信，信中仍旧是一副自信的嘴脸，说我现在后悔还来得及，别为了报复他，耽误了我自己，也耽误了荣义一辈子。都2年了，我就算是再大的气也消了，发脾气也要适可而止。我冷笑一声，把信烧了。有病！我与荣义成亲，并不是在国公府举办的，而是在他的宅子里。迎亲十分顺利，但是到了洞房的时候，荣川却发疯一样对着荣义说：“你这个傻子，他根本对你无意，你娶她日后会后悔的。”还对我说：“魏琴心，这是你最后后悔的机会，我劝你不要不识好歹。”我清晰地察觉到荣义的身体僵硬下来，我气得想掐死荣川。还好荣国公反应快，让人将他绑走了。我与荣义顺利成了亲。洞房夜，他掀开我的红盖头，随后就愣住了。我疑惑地抬眸看过去，他眸光深邃，眼神中尽是迷茫与错愕。不知为何，这个时候的荣义忽然让我觉得有些陌生。怎么啦？我红着脸问他。荣义很快回过神来，他眸光火热，目光灼灼地盯着我。无事。那一夜，荣义梦浪极了，我直到天色将亮，才沉沉地睡过去。次日一早，我随着荣义去给荣国公跟小荣夫人去敬茶，荣川也脸色阴沉地坐在一旁。他瞧着眼下青黑，似乎昨夜并未睡好。我一进门，他就恶狠狠地盯着我跟荣义。小荣夫人也脸色不大好看，但由于有荣国公在，并未说什么。荣国公直接笑着说，让我日后不必来晨婚定型，我们2个把小日子过好就行。小荣夫人攥紧帕子，最后什么都没说。成亲后没多久，荣义便去边疆参军了。走之前，他紧紧握着我的手说：“心儿，等我回来，一定会给你挣个诰命。”我笑着说：“我等你。”荣义走后，小荣夫人叫我去过一趟，明里暗里的在说，荣义远远比不上荣川，我瞎了眼嫁给了荣义，以后肯定会后悔的。我根本不理会他。回去路上，荣川脸色阴沉地拦住了我：“魏琴心，你早晚会后悔的。”我看都没看他一眼，便回了府。上辈子嫁给他，才是真的后悔。就这样，相安无事地过了2年。荣义带着满身的军功回来了，他被皇上封为一品大将军。他跪在圣上面前，为我请封诰命。一时之间，满京城哗然。我则是十分震惊，上辈子荣义用10年完成的事情，这辈子竟然短短2年就完成了。当然，我并没有震惊多久，因为隔壁国公府乱套了。荣川发现柳如烟给他生的庶长子，并不是他的孩子，而是柳如烟与人私通所生。他愤怒至极，将柳如烟与那个庶长子一起发卖了，而荣川也再次成了全京城的笑柄。这段时间，荣国公府的事情已经成了京城众人茶余饭后的笑谈。一个是荣义有出息，成了一品将军，另一个则是荣川被戴了绿帽子的事情。此时，我与荣义坐在茶楼上，楼下有人小声讨论。当初还觉着魏家大小姐是疯了，才会放弃荣世子嫁给荣义，如今看来，还是魏大小姐慧眼识珠。是啊，原来不是魏小姐眼神不好，是我们眼瞎了啊。荣家2个兄弟稍微一对比，就高下立显了。当初嫁给荣川，才是有苦说不出。楼上，荣义目光深邃地看着我，我笑盈盈地说：“瞧，他们都夸我眼光好呢。”荣义听后也缓缓地笑了：“是我有福气，能娶到夫人。”荣义番外，第一次见到魏琴心是在我8岁那年。娘发现我偷偷读书，愤怒地撕了我的书，然后抽了我5鞭子，罚我跪在祠堂里。她歇斯底里地对着我吼：“你为什么要上进？一辈子当个没本事的纨绔不好吗？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国公府以后是你大哥的，你就算是想都不能想。”
你这辈子都比不上你大哥，你不配。我在祠堂里跪了3天3夜，也饿了3天3夜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自我记事起，娘就总是打我骂我，每次打完都会罚我跪祠堂，也不肯让人给我送饭。可是她对大哥却永远都是和颜悦色、体贴入微的。我也曾想不明白，她分明是我的亲娘，为何这般偏心？可挨打的次数多了，我也就不想了。或许就如她所说，我是她肚子里面出来的下贱胚子，不配与大哥比吧。我很少忤逆娘，可是这次跪了3天3夜，我饿得有些挨不住了，想出去找些吃食，可一出祠堂便软倒在了祠堂门口，周围空无一人。我自暴自弃地想，如果饿死在这里，我娘应当也不会伤心吧。可下一刻就有一个俏生生的声音传来，你是荣家的小厮吗？怎么躺在这里啦？我吃力地抬起头，就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小姑娘蹲在我的面前，好奇地看着我。她活泼灵动，身穿锦衣玉服，瞧着不谙世事的模样，一看就是被千娇百宠着长大的小姑娘。我虚弱地开口，能给我点吃的吗？她蹙了蹙好看的眉头，小声说，怎么国公府还能把人饿成这样？下次我得跟荣川哥哥说说，可不能苛责下人。她递给我一个小食盒，里面装着精致的点心，诺，吃吧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个小姑娘叫魏琴心，是大哥自小定下的娃娃亲对象。后来的许多年里，我总是会不由自主地关注她，只要有大哥的地方，大多都能看到她的身影。她一如小时候活泼灵动，在大哥身边叽叽喳喳，让人忍不住频频侧目。后来她跟大哥成亲了，我想她这么喜欢大哥，终于能得偿所愿了，应当很开心吧。却没想到成亲那夜，大哥都没有去她的房间，甚至还在第2天就带回了外甥跟庶长子。那是我第一次跟大哥动手。我虽不通武艺，但是有一身蛮力气，大哥并不是我的对手。那天我将大哥打得很惨，给他狠狠出了一口气，但也仅此而已。我在国公府不过是个透明人，连想保护的人都保护不了，只是打了大哥一顿，就险些丢了半条命。再后来我去了边疆参军，我在心里对那个小姑娘说，我一定会闯出一片天地，等我回来就能给你撑腰了。可惜我最后还是食言了，我没能有机会回去给她撑腰。大获全胜那日，我身中数箭，奄奄一息。我叫来亲卫，强撑着最后一口气，写了遗嘱，我的所有遗产都留给我的大嫂魏琴心，还有我向皇上请旨，遣散我大哥的后院。接下来的后半生，他应当能过得好一些吧。我不甘心地闭上了双眼，却没想到再次睁开双眼，就看到了近在咫尺的小姑娘。她红盖头下的脸好看的让我心砰砰狂跳，我一眨不眨地看着她，整个人都呆愣住了。周围人笑着起哄，新郎官看新娘子看傻了，这是。她抿着唇，正眉眼弯弯地朝着我笑，这不是梦吧？我狠狠掐了自己一把，竟然是疼的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